嗨，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来分享一下我是如何在3个月内从零开始完成留学的。我是在2024年的9月25日左右开始正式的开始行动留学这件事，到2024年的12月18日拿到签证的。整个过程的话，大概就经历了找学校，然后考雅思，然后申请学签，整个这3个过程，所以我就按照时间线依次来讲解一下。首先是找学校，在找学校之前，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就是你需要明确自己的目标是什么，你的需求是什么。而我找学校的目标，和需求就是有4个点。第一个就是学期要短，第二个是学费要低，第三个是所学的专业是我自己熟悉的，第4个是学校所在的城市是大城市。我来详细讲一下。第一个点，比如说是学期短，我期望就是1年制，1年我就能毕业拿到工签。第二个就是学费低，我大概就预算就是在1年10万人民币以内是最好的。第三，这2个都很好理解，我就重点来讲一下3和4这2个点。第3个点是学的专业是自己熟悉的，而不是热门的。比如说现在 AI 很火，很热门。主要原因就是一个是因为我本身就有我自己个人原因，就是我干眼症就不允许我长时间的来看书然后学习，所以我就不太想选一个我不熟悉的领域，我需要花大量时间来这样学习。第二个就是如果是比如说我学个 AI 很热门，但是我以前又没有这种经验，所以我学个1年的话，我应该很难找到工作。更比如说，我到时候我还很想申请 critical skill 这种，可能就更不可能了。第3个点就是如果我学的是自己熟悉领域的话，是老师上课我都能听懂，然后这样也有助于我的自信心的培养，我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就是找实习、找工作，然后社交等等之类。而事实证明也是，我现在学的这个 computing 这个专业，就是我工作相关的，所以我就很熟悉。我上课基本上我上第1节课的时候，老师讲的内容，所有的老师讲的就是英语授课，我基本上95%以上我都是完全能听懂的，基本上就是上课是根本没有任何的压力的。那第4个点就是说学校所在城市是大城市这个我主要的考虑点就是因为我的目标就是想毕业之后拿到工签，然后再通过找工作，然后再移民。那大城市的话，它优势就是它的工作机会更多。比如说我有可能我在上学的时候我就已经找到实习，然后一步一步找到工作。然后再一个就是大城市应该普遍的工资比较高，所以如果我想后面毕业拿到工签，然后再有移民的话，一般都是他对你的工资年薪是有要求的。所以我想在大城市的话，它应该是你可以更好的找到就是符合移民的条件的这种工作。这个就是我讲的主要的这个4点。那剩下就是说我来具体讲一下我是怎么找到学校的。那从我刚才我的这个几个点的要求来看，比如说第一个学制短，第二个是学费低，这就基本上就是注定了我找的肯定就不是名校。当然我不在意就是名不名校，我找的学校肯定目标学校肯定就是那种很一般的学校。而很一般的学校，如果你在网上搜的话，你是很难找到这些学校信息的，因为这些学校肯定就不会有专门部门来做这种 SEO 就是搜索引擎的优化的。那我们该怎么找到这种学校的信息呢？找到比如说哪个国家哪个城市有哪些符合自己的信息呢？学校呢？然后我就想到一点，就是白嫖这种中介的信息。中文圈的这种中介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你前期和他沟通，他是不收费的，他是免费给你就是相当于免费咨询的。所以我就利用这一点，我在网上找了一个中介，然后我就在9月25号吧，大概这一天我就去加到他联系方式，我把我的需求说了，比如说我就是不太在乎学校的 QS 排名，我主要的就是我要学期要短1年的，然后学费要低这是我最主要的2个条件。然后我跟他讲了之后，那个中介就很快给我筛选出来一批的学校。确实这些学校我之前在网上确实没有查到。然后我就在那几个学校里面，我就选了一个最符合我需求的学校，然后我就准备自己开始做这种 DIY 的留学申请了。
整个这就是怎么我找到学校的。那在我开始 DIY 申请学校的时候，我就开始看学校的官网，我看它是怎么样来，需要什么资料，怎么样的个流程啊。这时候就是已经到大概是国庆期间了，然后我就在找到之后，我就突然发现，学校的官网上面有一栏就是各个国家的校园代表吧。他的联系方式我看了一下是有中国的，这个校园代表应该就叫英文叫什么representative 还是什么，就是应该和中介应该我理解应该是差不多的角色。然后我就发了，我11过完之后，我这个发了邮件给这个中介，没想到我发了中介邮件之后，应该过了2-3个分钟吧，就中介就给我打过，这个校代就给我打过来电话了。这里不得不感叹一下中国的速度，打过来电话之后就了解一下我的个人情况，然后我就问他，我主要问他，我说这个收不收费？如果收费，我就根本不考虑，我准备自己 DIY 呢。然后他说完全不收费，而且也不会有押金，他们就和学校来合作的，就完全不会收，就说学生的1分钱的，所以我就想，那就可以让他试一试，帮我申请一下。其实这个申请就很简单，学校他只要了我的简历，而简历我早就准备好了，简历，然后英文成绩单，然后还有最基本的像护照啊、学历啊这种。他没有要什么很复杂，别人说，比如说你申请名校的时候，可能需要你写一个 application letter 之类的申请信之类的，详细描述一下你的背景、你的未来的规划，为什么学校就讲你的一些优点，这些都没有。然后我把这些材料提交上去之后，他应该帮我提交之后，就过了3-4天吧，3-4个工作日，我就收到了 conditional offer 了，学校的就只需要等我的英语成绩出来，他们就可以给我正式发 offer 了。这就是我很快就可能就大概1周的时间我就拿到了学校的 offer， 从找学校到这个拿到学校的 conditional offer， 大概就可能就是10来天1周。当然这个中介给我提供的校代给我提供的最有价值的信息就是他说我应该可以赶得上25年的春季的这一波的入学的，因为一开始我是9月底了嘛，我自己做的话，我就一开始预期的是肯定是到了春季是来不及的，是秋季25年秋季那一波的。然后他给我算一下时间，就比如说我英语那时候我已经报完，就预约好雅思考试了。我雅思成绩出完之后，应该是有3周的时间。来办签证的，然后我感觉这个时间应该是有点紧张的，所以我就把我的雅思成绩考试提前了2周。事实也证明，就我提前2周，然后等后面签证下来之后，我是有比较充裕的时间来办理，就是飞机票呀，然后收拾行李啊，还有安排后面的就是预约住宿呀，就是学生宿舍啊，这等等这些事情。如果没有提前2周的话，应该是理论上是来得及，应该是，但是非常紧张。整个我找学校就说这一块，剩下的话就是我就开始备考雅思了。我雅思的话只考了6分，所以我就不会给一些我也给不了一些具体怎么样备考雅思的就是技巧吧，我就说一些一般性常识性的一些问题来供大家参考。比如说雅思的话，它就是先说一下，就是一般的学校，像我报考的这种学校，或你只要不是报考的名校，你也不是报考就是教育专业呀，或者是社工类的和人打交道很多的这种专业的话，一般来说，我理解应该你只要平均分是雅思6.5，然后小分不低于6分，应该就是够了。那雅思考试的话，它有机考和纸笔考。机考的话，它是出分的时间很快，它应该是3个工作日就出来了，而且它能就是整个1天都考完，你的口语还有这样的阅读听力那些都会1天能考完。而纸笔考的话，它是需要10个工作日的，也就是2周的时间你才能拿到你的成绩。而它的纸笔考的话，它的口语和你的听力阅读然后写作，它基本上应该不会是1天的，所以你需要可能花2天的时间去考试。这个纸笔考的话，还有一点提醒大家，就是纸笔考是我不知道机考纸笔，我报的是纸笔考，因为我干也就没法那么长时间看电脑。纸笔考你是可以带那个
平常的野药水的，就是你或者你其他的日常的药品的，因为这个可以在你主考证上你是可以看到信息的。我当时就带了野药水过去，我给监考老师说了一下我的情况，然后监考老师让我把野药水放到那个讲台上，然后他会每隔大概30分钟就把那个野药水拿给我，然后问我需不需要滴一下野药水啊。这里我也非常感谢那个监考老师，因为他比如说做阅读啊，做阅读还有做写作的时候，他拿过来就是很有用。然后雅思应该啊，对还有就是你的英语成绩不一定是一定要考雅思，因为不同的学校它的要求对英语的成绩要求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有的学校你就可以接受 PTE 的考试啊，当然 PTE 也有 Academic 和 PTE Core，不同类型，就具体就要你看你自己学校要求了。还有一些多邻国的考试，这些就是不同的学校的要求不一样。那我当时报的雅思，就是因为我一开始我就提前就把雅思报名给确定好了。主要是我那时候我也不知道我到底要去的是哪所学校哪个国家，所以我就报了个雅思，而雅思就是最通用的，所以我就报了个雅思。我看一下还有没雅思还有没什么要没讲的。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在一边申请学校，然后一边来报考雅思英语成绩的。因为只要你的除了英语成绩之外，其他条件是符合的话，学校是会给你一个 conditional offer 的，就是有条件的 offer 的。等你把雅思成绩、英语成绩补上之后，他们就可以给你一个最终的 offer 了，然后你再拿着这个 offer 就可以申请学签了。这里特别要说明一下，就是如果你申请学签的时候，你肯定需要先缴纳学费，而缴纳学费的，如果你是通过信用卡来缴纳的话，一般都是会有一定的返现的额度的，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可以咨询一下自己信用卡的客服，然后看一下。我看一下还有没有。对，还有一点都忘了说了，雅思的考试的话，最好就避开这个口语的换题季。换题季的话，一般都是1月、5月和9月份因为就是这几个月的话，他会把口语的题库它给更新一波的。而国内的话，就很多有那些就是整雅思的那些就是网站嘛，他们会收集根据考生的反馈，实际的考试的反馈，他会收集这一个，比如说一个季度，他都会出哪些口语题，所以大家会整理，所以就雅思官方可能是为了避免这种作弊吧，他就会定期来给你就是更换一下题，所以大家最好就把这几个月份避开之后，应该就是很大概率你的考试的英语口语题就是人家那些网站上给你题库的里面的题，只不过那个题库里面的可能有几十道题就比较多，所以大家如果每一道都准备的话，基本上你90%以上吧，我理解就是在那个题库里面。然后再来说一下签证吧。我签证的准备材料的话，就是完全按照移民局的官网上来讲的，它官网上也写的已经很详细了。当然我除了官网，我还参考一下网上的那些其他信息，而我发现其实网上一些信息，它就说要准备的一些材料，就很多就是官网上没有明确要求的。我也就是适当的就是根据这些分享，然后补充了一些材料。这里也要说一下，比如说可能在你就是申请学校的时候，以及就是这个办签证的时候，都需要用到那个英文的，就是学历学位证书嘛。这个的话，你是可以在那个学信网上直接就可以申请，就是开具这种英文的学历学位的证明的。而开具一份的话，应该是30块钱一份，而如果你在外面就是翻译机构找人翻译的话，应该是远高于30块钱。所以大家可以在学信网上来就是做这个英文的学历学位认证的。另外一个就是整个签证准备材料准备过程中，唯一需要发挥主观能动性，需要自己动手就是写的话，应该就是这个申请信的 application letter 这个的话就是内容的话，可能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里面有个红线，就是你完全不敢流露出一点点的你的有移民倾向的。这个就是红线。如果一旦你流露出有移民倾向，那应该就肯定会被拒绝。那剩下的话就是根据自己的情况自己来具体来讲一个故事，就是讲的比较合理的。那我这样的话就可以分享一下我当时是怎么样来写这个申请信的。
一开头的话，我就说我有很多年的工作经验，我开发了2款 App， 然后我的目标是开发一些国际化的 App， 尤其是面向英语系的国家。所以呢，我就希望我可以自己沉浸式的在英语的国家来生活，然后感受他们的文化，然后就是文化和生活吧。然后再一个，第二段我就说了一下，就是虽然我有很多年的软件开发工作经验，但是我的本科和研究生的专业都不是计算机的，这样的话我就会欠缺一些计算机的理论基础，而我现在要去学习的这个专业是一个计算机的专业，这样的话我可以学了这个专业之后，可以帮我更好的开发出一些有竞争力的软件来。然后再一个，我就又说了一下我家庭，比如说我有一个女儿，我有自己的家，我很想他们，而这个爱尔兰1年制的就是时间短嘛，就很适合我，这主要就是说明，就是给移民官说明，我就不会赖在他们国家，我一毕业我就会回国的，因为我很想家，我有一个家庭。然后再一个就是说了下我自己的经济条件，比如说我就说我有车有房，然后我在中国也生活的很好，也就是告诉移民官，我不会赖着你赖在这爱尔兰不走的，我可以在中国生活的很好。对，大概就是整个我的 application 的 letter 整个思路就是这样的。我也把我开发的2款的 App Store 的链接，软件也给附到那个 Application Letter 上面。他应该如果审查的话，应该会能看到我确实有一些作品，我确实是有一些 App 在开发的。然后剩下一个就有意思关于签证一件事情，就是当我拿到签证信的时候，就是里面有个护照的时候，我就打开护照的时候，我发现没找到那个签证的盖章。然后我就很慌了，当时我猜想是不是被拒了，然后我就看那个信封里面，因为一般说拒的话，又会有一封拒信在信封里面，然后信封里面怎么找都找不到，然后我也很纳闷，然后就坐在小区的椅子上，我也就是不知所措的就翻着信封，心里想着完了，这应该被拒了。然后翻着翻着，突然发现了爱尔兰的那个签证的盖章了。原来那个签证官是把那个盖章给我盖到那个我的那个护照的中间页了，应该大概是20多页。我一开始我以为他肯定会在第1页给我盖上章的，所以大家如果拿到的话，也不妨就是多翻几页，看看有没有后面他盖到其他页上了。这个当时就反正把我吓了一跳，也回想起来又很逗。然后整个这个签证就下来之后，这整个签证的话，爱尔兰签证就是它官网上说的是应该是需要30个工作日的，但可能是我觉得可能是因为我那时候是12月多给申请的，马上快过年了，可能是申请的人少，所以我的下签时间是很快的，大概7个工作日我就从递交完资料，我就拿到了那个护照的我就收到了护照了上面的盖的章了。然后爱尔兰的话，还有一点就是他办签证的时候是不需要体检的，好像有的国家很多国家吧，可能是需要你办签证的时候还有一个体检的，所以这样的话，可能你的整个签证下来的周期会拉的比较长的。整个签证下来完了之后，应该就是这个出国前的准备了。关于出国前的准备，比如说需要提前带什么行李啊，下了飞机该怎么样坐大巴呀，怎么样来预定住宿舍呀等等之类的话，我在之前有个视频是入境爱尔兰1周我是如何丝滑度过的，那个视频里我有非常特别详细的讲解。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我的那个视频。最后呢，就是非常感谢能看到这里的你，如果你对我的视频感兴趣的话，不妨点个订阅，我会持续的真实的记录我在海外的生活的，当然你也可以把我的视频当做一个现实版的《楚门的世界》来看，不同的是我的生活是没有预先写好的剧本，而你们也不会被提前剧透的，然后让我们一起来期待未知的未来，然后希望我们下个视频还能再见。好，拜拜。